三星正式带来了下半年折叠系列的旗舰新机，包含左右开合的 Galaxy Z Fold 3，上下对折的 Galaxy Z Flip 3。穿戴上则是带来了非常多人期待的 Wear OS 新表 Galaxy Watch 4系列，以及新耳机 Galaxy Buds 2。那我们就从大家最期待的 Galaxy Z Fold 3开始。三星这代的折叠机种整体策略还是比较明确，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入手折叠新机。所以除了带来大家期待的新功能，帮你认为降价以及最佳化使用体验都很重要。首先是在这次 Galaxy Z Fold 3上，三星再次强化了机身的耐用性，包含用上了 Armor 的铝合金机身，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 玻璃。Victus 的升级，帮你先前也提到了，相较起过往的玻璃萤幕，Victus 的防摔性能达到2公尺，而内部的折叠萤幕耐用性则是提升了 80%。更重要的是，三星在 Z Fold 3加入了 IPX8 等级的防水，后面的8代表可以支援水下 1.5 公尺30分钟的入水，前面的 X 则是抗沉性能，应该还是受限于转轴。不过这次在转轴上的 Sweeper 设计其实是有提升的，可以进一步强化防沉性能。不过邦尼也说过很多次，防水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带下水使用，而是更无忧的使用手机，例如手湿湿的，不小心打翻水，或是在某些敏感的地方滑手机，避免掉进坑洞等等场景。顺带一提，邦尼认为这代的密封饰条搭配边框也更好看了一些。第二个最大的重点就是 Z Fold 3的内萤幕支援大家期待已久的 S Pen。不过邦尼之前也提到过，要让折叠萤幕支援 S Pen， 实际上不只是放进一支笔这么简单，难点有3个。大家都知道，三星的 S Pen 采用比较特别的电磁感应技术，过往常见在许多专业的绘图板，这也是 S Pen 书写手感有许多人喜欢的原因。不过在折叠萤幕上要放进电磁感应层，除了要让 EMR 硬体可以折叠外，大家也知道折叠萤幕有非常多层，不同材质在折叠时的特性都不同，更要保证跟其他层可以相容，才能让整片萤幕在多次折叠后不会产生变形。而这次三星同样跟过往 S Pen 采用的 EMR 技术好伙伴 Wacom 合作，将感应层分成2块达成折叠。不过这还不够，三星透过算法计算并预测 S Pen 在左右画面书写时的轨迹，除了让 S Pen 可以在折叠区域书写时也会更加滑顺。邦尼也实测，在折叠区域书写没问题。当然有了 S Pen， 过往三星在 S Pen 上的各种好用功能都会加入 Fold 系列，搜寻栏位也可以直接用笔来写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次的 S Pen 只支援折叠萤幕，并没有内建在机身内，应该还是为了让更多空间保留给硬体，所以三星也推出了折叠专属的 S Pen Fold Edition。主要差别则是在笔尖部分更加柔软，不会伤害到折叠萤幕，并且在 S Pen 内加入缓冲设计，让书写时的压力不会让萤幕造成负担。同时三星也推出了具有蓝牙功能的 S Pen Pro， 除了可以用在 Z Fold 3上面，也可以支援过往的 Tab、Note、S21 Ultra 等等。接着来看机身正面，搭载一块 6.2 寸的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，重点是支援了 120Hz 的萤幕更新率，峰值亮度达到1500尼特。内侧则是一块 7.6 寸的 120Hz 萤幕，同样采用 Dynamic AMOLED 2X， 但更重要的是，这次的峰值亮度达到1200尼特，有感升级，并且这代的萤幕支援可变更新率也更加省电。后续邦尼也会深度来测。同时这也是首款采用萤幕下镜头的折叠手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透过减少镜头区域的萤幕像素密度，让光可以透进感光元件。虽然说近看时还是可以看到 Z Fold 3在镜头区域的密度比较低，肉眼上是可见的，在摄影机上会更明显一点，但可以看到 Z Fold 3在观看影片时，爽感的确更加提升，对这块大萤幕来说还是值得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萤幕下镜头采用的是400万画素的模组，应该还是为了进光量考量。虽然在像素尺寸上达到了 2.0mm， 但整体而言，邦尼实测自拍就是堪用的等级。但邦尼认为无伤大雅，毕竟封面镜头更多的应该是用在视讯，差异有限。解锁时用的是1000万画素的封面萤幕，即使要自拍 ，Fold 系列的优势就是除了用自拍镜头外，也可以用主镜头来自拍。同样拥有双喇叭。
而在软体上，三星进一步强化了 Z Fold 3在大荧幕上的体验，包含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多工处理。这次三星也加入了类似固定工作列的设计，可以更快速的在 App 中切换，这功能真的蛮好用的，帮你会期待，也可以加入 Tab 系列机种。当然，如果不喜欢站一排的朋友，一样可以使用原本就有的隐藏式侧萤幕选单。此外，这次三星也针对过往许多 App 都是单层选单的使用逻辑进行最佳化。例如以前在手机上要先点开选单才能切换功能，现在则是例如在日历中就可以是左边选单，右边显示内容的方式浏览。而在浏览器中，过往都是点开文章到下一个页面，现在你也可以直接拖拉文章，在右侧开启，更好的利用大荧幕。文书处理上，则是可以在不同文件中直接拖拉图片，这些后续帮你来测。另外，三星也宣布跟更多 App 开发者合作，最佳化大荧幕的使用体验，帮你自己是乐观其成。因为受益的除了 Fold 系列，所有大尺寸的 Android 装置，没错，就是平板生态也会更加完善。相机部分 ，Z Fold 3相较起 S21 Ultra 在硬体上堆好堆满，这次还是采用了三星相对稳定，但帮你认为偏向保守的1200万三件组。当然，一定跟控制机身体积和重量有关。毕竟，如果要塞进1亿画素的 HM3， 重量跟厚度都会上升不少。那问题又来了，既然都塞入 HM3， 那雷射对焦10倍潜望不顺便一下吗？那10倍潜望都进来了，3倍光学跟微……好啦，这次 Z Fold 3主镜头跟长焦都有 OIS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镜头采用的是康宁的 DX 系列玻璃。效能上 ，Galaxy Z Fold 3采用 Snapdragon 888，搭配12GB 的 RAM。续航上则是4004毫安时，支援25瓦快充，10瓦无线充电，拥有好用的实体指纹辨识。共有黑、绿、银3种颜色，重量相较起上代减重到271克。帮你自己认为这次3个颜色都算是好看的，大家之后可以到现场摸摸时机。最后帮你很快的会带来 Z Fold 3的深度评测，记得立即订阅邦尼，就不会错过最新评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推荐大家回顾一下稍早的 Galaxy Fold 以及 Z Fold 2完整评测，补完2代折叠发生了哪些事情，以及所有折叠的重点。接着是 Galaxy Z Flip 3，机身耐用性上同样用上了 Armor 的铝合金机身，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 玻璃，同样加入了 IPX8 等级的防水，内萤幕也提升了80%的耐用性。最大的改变落在外萤幕的尺寸来得更大，可以支援更多功能的独立操作，例如接听电话、开启 Samsung Pay 等等。搭载一块 1.9 寸的 Super AMOLED 萤幕，最大亮度达到935尼特。内侧则是一块 6.7 寸22:9的120赫兹折叠萤幕，采用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， 这次的峰值亮度也达到1200尼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代也支援双喇叭。相机部分，Z Flip 3采用1200万主镜头跟超广角的配置，主镜头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，也同样可以透过外萤幕，也就是主镜头自拍，而内萤幕则是采用1000万的自拍镜头。镜头同样覆盖康宁的 DX 玻璃，同时这次可以在 Flex Mode 录影模式中开启自动运镜录影的功能。效能上搭载 Snapdragon 888，搭配8GB RAM， 续航上则是3003毫安时，不算大，帮你后续来测。支援15瓦快充，10瓦无线充电，一样是好用的实体指纹辨识。共有白、黑、绿、紫4种颜色，帮你自己觉得深色系版本会比较一体，紫色的话也不错看。手表部分，这次搭载 Wear OS 的 Galaxy Watch 4，相信大家跟邦尼一样都很期待，所以邦尼会在后续推出一集深度体验影片，详细来测。先带大家看一些重点。外观上，这次一次推出了数位跟实体表圈2个版本，不用再纠结要选哪一款。数位版本叫 Watch 4，有44以及40mm 2个版本；实体表圈版本则是 Watch 4 Classic， 有46以及40mm 2个版本。2款都是覆盖康宁 DX 系列玻璃 ，Watch 4则是用上了 DX Plus。Watch 4 Classic 应该是因为有实体表圈保护的关系，用的是 DX。处理器都是采用5奈米的 Exynos W920， 拥有5 ATM 防水、IP68 以及 MILS-TD810G 的军规测试。除了同样支援血氧、血压、心电图外，这次最特别的地方是三星在 Galaxy Watch 4系列上加入了 BIA 感测器。可以在15秒内收集2400多项数据，借此分析你的身体组成，包含体脂、
含水、基础代谢率等等。根据三星公布准确率可达98%，但还是提醒大家参考使用。而在睡眠上，则是加入了打鼾以及血氧侦测。不过，邦尼更期待三星可以尽快在台开放血压、心电图等功能。除此之外，这次 Galaxy Watch 4上最大的看点，还是三星跟 Google 强联手的 Wear OS Powered by Samsung， 搭配上 UI 操作界面，邦尼初步上手，整体流畅度表现以及这块萤幕的细腻度都还算不错。无论在生态还是实际体验上，或许 Galaxy Watch 4不只是三星用户专属，也可以更好的覆盖所有 Android 使用者的穿戴体验，帮你后续深度来测。售价部分，这次折叠全系列都迎来了降价 ，Z Fold 3美金1799元起，而 Z Flip 3则是进到大家更容易入手的美金999元起，算是降价有成。顺带一提，这次也有推出 Thumb Pro 的版本。Watch 4的价格也比较亲民，最低美金249.99元起 ，Watch 4 Classic 高了一点，最低美金349.99元起。关于台湾上市资讯，目前官方尚未公布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先到这里，邦尼很快会带来深度评测，记得订阅邦尼支持我们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